已经死了的台风，居然还能复活，杀个回马枪。就在昨天8月13日，一个本该死透了的台风白海豚，它的尸体，也就是残余涡旋，突然在江苏上空诈尸了。你可能觉得台风停了就没事了，大错特错。这个白海豚在8月11日下午5点就被官方宣布死亡，停止编号了。按理说，一个被停编的台风，就像被盖了死亡证明的人，应该彻底消散了。但谁也没想到，他偏偏不按套路出牌。停编2天后，他的残骸突然在江苏附近原地复活，杀了一招致命回马枪。这一枪有多狠？江苏中南部直接沦为强降雨中心，安徽、江苏、浙江原本已经减弱的雨势瞬间被拉满，暴雨甚至大暴雨卷土重来，苏州、无锡等地直接进入紧急状态。一个被宣告死亡的台风，为什么还能死后复生，精准打击江苏？它的尸体里到底藏着什么恐怖的大气暗能？白海豚残留云系居然依然存在，它遇到南下冷空气，将在华南到江南东部、江淮一带形成低涡切变，结果就是江浙沪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一带在今后几天降雨都会增强，有暴雨到大暴雨。好在河南一带的降雨在持续减弱减少，15日就会放晴了。它转移了，白海豚的残窝没有消散，掉头往东走，从河南经安徽、江苏折返海上暴雨中心，正式从河南转到了江浙。接下来48小时才是这轮过程最让人揪心的时段。浙江已经接住了最猛的一击，宁海过程累计984.4毫米，接近1米；三门24小时超700毫米；上海几乎全境大暴雨，徐家汇等3站日雨亮破历史极值。南京今夜预计还有170毫米以上。13号到周末，安徽中南部、江苏中南部、浙江北部暴雨到大暴雨，局地100到180毫米。更棘手的是，江浙皖3天前刚下过第一轮台风雨，土壤已经吸饱了水，再来一轮2茬雨，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成倍叠加。低洼农田、城市下穿立交、山区公路这些地方的风险会被进一步放大，尤其夜间降雨叠加，能见度差，出行要。这下河南人彻底坐不住了。红色预警从昨晚挂到现在没摘，鲁山24小时点雨量突破550毫米，叶县也冲到了356.9毫米，相当于把北方一座城市一整年的雨一天到晚。更反常的是，水位都快撑不住了，31座大中型水库却在拼命往外放水，一夜之间转移65000多人。紧急关注河南暴雨灾情持续升级。8月12日深夜，平顶山专线长桥镇北汝河段明堤突发溃口，截至目前，溃口宽度达到惊人的40余米，洪水狂奔，倒灌村庄农田，现场画面触目惊心。最惨的就是扎根土地的河南农户，整片的西瓜田、庄稼地彻底被浑浊洪水淹没浸泡。还有当地的网友称，地里的玉米都被淹成了水塘，十分的心酸。农民只能感慨，今年的雨水真多，需要它的时候不下雨，不需要的时候狂下庄稼，一会旱死，一会水涝。在当地瓜农的实拍画面中，熟透的西瓜泡在浑浊积水中，瓜藤腐烂，瓜体溪水发胀，短短1-2天就会开裂变质，彻底报废。原本即将上市能换一季收入的精品西瓜，如今全部烂在地里，颗粒无收。重要项目，从河道速度收留工人立刻下工地。受台风白海豚影响，汉江水位持续上涨。8月11号以来，汉江新际水电站开启20孔闸门实施泄洪。截至12号下午6点，最大下泄流量达到7530立方米每秒。我目前的位置是襄阳市古城县，现在仍在下着雨。过去的36个小时，古城南河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0毫米，突破了历史极值。我身后的南河发电站目前正在泄洪，已经开了5口。
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。白海豚要满血复活了，谁能想到这只已经在内陆折腾了这么久，看起来马上就要耗尽能量的白海豚，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。12号，它突然折返浙江；13号，它又把目标对准江苏。这不是消失，这是回来了。更诡异的是，现在的白海豚虽然已经不是当初登陆时那个完整的台风，但它留下的残窝依然在疯狂卷动水汽。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它可能还要再满血复活一次，因为接下来它可能一路向东，重新杀回黄海。一旦重新进入海面，暖海水和充足水汽就可能让这个已经大幅减弱的系统重新组织。我们先来看最惨烈的爆发点——河南。受极端暴雨和上流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双重夹击，8月12号深夜，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明堤突发大溃口，溃口在洪水的疯狂冲刷下，瞬间被撕开了40多米宽的大口子。浊浪滔天的洪水狂奔入村庄和农田，当地2182位民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被迫在深夜摸黑逃难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在巨大的洪峰下，夹县一座建于明代、拥有近500年历史的国家保护文物七孔桥，也在12号晚上被急流硬生生冲垮坍塌。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，8月12日晚，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明堤发生溃口，溃口宽度40厘米。水库在泄洪，河道水位会突然涨上来，可能半小时前还在河滩上拍视频，半小时后水就漫到脚底。更关键的是，沙垠河下游河道弯曲，洪水不是慢慢涨，是一波一波的涌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波浪头什么时候到。铁水牛是我们的漯河镇河之宝，这一次海豚与铁牛之争，我相信一定是我们的铁水牛完胜。仰望我们的沙里河，镇住我们的河水，保我们一方平安。痛心河南500年明代七孔古桥遭洪水重创。受台风白海豚影响，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，夹县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桥被冲垮。8月13号，附近居民介绍，12号上午雨势猛烈，水没有漫过桥面，但水流很急。当晚23时，七孔桥被冲垮，插了3孔，还有4孔的，第4孔地基也不好了，这生意都停了，老危险。这座石桥建于明嘉靖13年，由时任知县设计，有近500年历史。8月13号啊，中午1点半，周口市西洼县大杨庄乡刘老家小闸上游泄洪啊，现在水位这个桥南头，这个路已经淹了啊，救不了了，全淹死了。唉。今天是完了，啥都没了，都淹没了。本来呀，还指着这几百亩玉米呢，买婚房呢。农民就这样，就得靠天吃饭。我就不信了，这地明年我还种，我就不信明年还能再涨水。叫人外省的看看啊，俺河南这雨下了2天2夜，俺也没有抱怨，俺也没有说叫下到你那会儿，你看看。河南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湖北的水库又传来让人揪心的消息。8月11号、12号，多段现场视频和消息在网络流传。湖北襄阳盛康镇凤凰村一带，以及随州随县草甸镇等地都遭遇强降雨，部分中小型水库水位持续上升，防汛压力徒增。
对中小型水库来说，最怕的不是下一场暴雨有多大，而是上一场雨留下的水还没排完，下一场暴雨又砸下来，水位越来越高，山洪随时可能形成，下游村庄的安全压力也跟着上升。那么来看江苏，13号开始，白海豚残涡带来的强降雨正在把暴雨中心一步步推向江苏，全省各地进入了紧急状态。又出大事了，一个所有人都以为已经消散的台风，突然再度带来强影响。台风白海豚登陆的时候，强度已经大幅削弱，气象局宣布它已经减弱消散，全国人民长舒一口气。结果它残余环流憋了个大的，残涡悄悄拐了个弯，上演回马枪，直接影响到了江苏。你知道残涡有多需要警惕吗？它不像台风本体那么猛烈，没有风眼，没有台风预警，但它制造降雨的能力和成熟台风几乎一样强。江苏部分地区的雨量直接在几个小时内迅猛上涨，气象站的数据刷新了当地几十年的历史记录。而更让气象专家高度关注的是，这种本体消散之后，残涡折返致灾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。你以为台风走了就没事了？错了，有时候它本体消散之后才是风险的开始。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家人们，据气象台报道，8月13日，白海豚又回江苏了。晚上赶紧看看家里的太阳能有没有固定好，没有的抓紧操作，加固太阳能，防止太阳能夜里被风吹倒。在继续关注白海豚最新动向之前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。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，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元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，即可获赠9针9布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，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好，我们接着回到白海豚。刚才我们说到，白海豚可能重新入海，它一旦重新回到海面，海水可以持续提供水汽，如果周围的大气环境也配合，这个原本已经衰弱的残余系统就可能重新组织。所以现在网络上才有人形容白海豚这不是消失，是回黄海充电。按照目前部分气象模型的预测，14号、15号左右，白海豚残涡可能逐渐向东移动，靠近甚至进入黄海。接下来，如果它受到高空槽和大气环流的牵引，17号、18号前后，它甚至可能一路向北，东北可能成为下一个需要警惕的区域。截至8月12日上午8时，浙江东部、上海、湖北、西北部、河南中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超过400毫米，浙江宁波、台州局地超过800毫米，最大累计降水量接近1000毫米。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在不到1周的时间里，把这些地方从头到脚浇了2-3遍。全国13个国家级气象站的日降水量直接打破了历史极值。无锡遭遇了当地观测史上的首场特大暴雨，苏州也打破了单日降水量记录。太湖水位在8月11日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.80米，直接触发2026年第1号洪水。而这次回马枪杀回来，8月14日，江苏直接成为强降雨中心，安徽东部、江苏中南部等地暴雨或大暴雨卷土重来，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盐城等地全部被暴雨覆盖。中央气象台在8月13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。最可怕的是，这还不是终点。据中央气象台预测，白海豚残涡在完成这次回马枪之后，可能在15日前后重新进入东海，补充水汽后，有可能掉头北上，影响东北地区。一个死了的台风，先在中原制造极端暴雨，再杀回马枪突袭江苏，最后还可能北上突击东北。这哪是台风？这简直就是气象界的恐怖游轮。所以千万别以为台风停编了就万事大吉了，
停编不等于消亡，危险远未结束。江苏的朋友们，暴雨还在继续，出门千万当心。至于这个白海豚的残窝，接下来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，我们持续关注。不是前2天我还跟他美呢，我说江浙沪的老铁说人家8威不如2档电风扇，白海豚直接给你装糖阴一手。这把好说白海豚怎么的要来东北了？不是白海豚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哪来那么大劲儿啊？你能从浙江地区一路溜达到我们东北来？前2天我们哈尔滨刚凉快2天，这2天又无下热起来了。我以为是秋老虎，结果你告诉我是白海豚要来了。刚干爽2天，这2天湿度又干到80多了，哪都是潮乎的。但是你白海豚，你登陆的时候你带的海鲜给江浙人民了，你到我们东北给我们带点啥？能把海鲜吹过来吗？白海豚先从海上来，一路折腾浙江，转入内陆，又折返浙江，现在杀向江苏，接下来竟然还可能重新回到黄海，然后再一路北上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场暴雨了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天气系统正在把影响范围一路往北推。所以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后半场，白海豚会不会真的在黄海满血复活？如果真的回血成功，它会不会再次增强？会不会一路北上？会不会把这场暴雨接力直接送到东北？所以网络上有人说，这只白海豚是不是8威重生回来报复的？当然，这只是网友的调侃，但从气象变化来看，它这一次的路径确实非常让人意外。以为它要走了，它回来了；以为它要散了，它又开始折腾；以为内陆就是终点，结果黄海又出现新的悬念。所以最后我想问大家，你认为白海豚会不会真的满血复活？如果它重新进入黄海，它的下一站会不会就是东北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察。这里是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，我们会持续追踪最新的灾情发展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